秋冬的代表性水果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我会想到柿子。台湾的柿子依照是否自然脱色，分为甜柿与涩柿两类。甜柿的产季约在10月到12月，常见有次郎、花寓所及富有，3个皆是日本嫁接的品种。次郎肉质稍硬，且产期最短；花寓所果肉细致多汁，富有则果皮橙红，是台湾甜柿的主要栽培品种。甜柿在树上成熟后，可以直接采摘食用，而拉拉山上所种出的甜柿，由于高海拔气候、日夜的高低温差及冷凉的空气，更易于让甜柿累积糖分，因此口感会更加爽脆细致，甜度也更高。山上的空气果然很清新，晴空万里的，好像一伸手就能碰到天空，心情都跟着舒爽。好客的柿农老板除了请我们吃了好多柿子之外，还很骄傲地跟我们说，他们家的柿子都是喝羊奶长大的有机柿子，不使用农药，所以摘下之后就能直接吃，而且每颗都又大又甜，还会有淡淡的奶香味哦。看它的颜色，像这种颜色就是你们刚刚吃那种脆脆的口感。对，然后再红一点呢，就是更甜，就看你们的口感要吃这样子，还是要吃更红一点。然后你们要采的时候呢，对，这小的有大的，那个剪刀圆圆的朝上面，对，朝天空，然后剪这个地头最下面，这样，对，剪这个地头最下面。剪完之后呢，再用袋子套起来，然后放在你的水桶里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就是小的。好。再数一次。再拌了5分熟。涩柿因为富含单宁酸，需经过人工脱色之后才能食用。台湾本地常见的有石柿、牛心柿和四周柿等品种，通常会使用酒精或石灰等方式脱色，或是去皮晒干制成柿饼。每年的10月到隔年的1月，便是晒柿饼的最佳时机，而最知名的当属新竹的晒柿美景。新竹多风少雨的气候及得天独厚的九降风，提供了晒柿饼最好的条件。看看院子里放眼望去满满的是海，红橙烈烈的颜色与穿透在果实间的日光照影，交织成了垂涎欲滴的景色，让人忍不住直按快门。
柿饼多由色柿制成，在7分熟左右的时候摘下，削皮后去掉蒂头，经过烘烤、日晒、风干、碾压和翻面后变成柿干。之后将柿干放进冰箱低温干燥一段时间，此时柿干表面会出现白色的粉末，这不是发霉，是一种称为柿霜的物质。本草纲目中有记载，柿乃脾肺血分之果也，其味甘而气平，性涩而能收，故有健脾涩肠、治寿止血之功。柿子本身偏寒性，非常适用于燥热咳嗽、胃热烦渴。它富含的果胶还有助于润肠通便，预防便秘，同时含有丰富的甘露醇，是糖尿病患者的理想甜味剂。所以有人说，一个柿子10副药，可见柿子的营养价值之高。而在食用的禁忌部分，由于柿子性寒，建议避免空腹或搭配海鲜、酒类一同进食，易造成腹泻。柿子除了可作为食用及药用之外，还能利用柿子果皮熬煮出的染液做出柿染。新埔是台湾柿染重要的根据地，是利用柿饼加工的废弃柿皮或废弃的果实，萃取出柿汁染料，开发出柿染工艺。柿汁相较于其他植物染，色牢度更强，不易褪色，且富含单宁酸与胶质，因此耐晒又耐洗，带有皮革般火烙熨烫的大地色彩，因此具有太阳之染的美称。虽然颜色朴素无华，不像一般染料的绚丽多彩，但却象征了客家稳重笃实的精神。柿子富含多种维生素及果胶，有护眼、抗氧化及促进肠胃健康等功效。不管是甜柿或是涩柿，皆可入菜或是做成甜点哦。先来介绍一道柿色沙拉，将新鲜的生菜切成小段铺底，再将番茄和柿子切成细丁，按照颜色分排放置。最后是鸡胸肉，也是切成小块。再撒上一些核桃碎，增加口感及坚果香味。这道菜不止颜色鲜艳，还富含维生素及纤维，对肠道健康很好哦。再来是柿子茶冻，将吉利梯和砂糖充分混合，煮水，加入红茶包至琥珀色后熄火，接着加入事先预拌好的吉利梯糖粉到煮滚的红茶里，搅拌至完全溶解，放凉备用。接着将新鲜甜柿切成小块，利用家里的保鲜膜倒入茶冻液及柿子，用细绳收口后，放入冰箱冷藏2小时。
多余的柿子边角料也可以与鲜奶油一起做出柿子奶酱。柿子独特的香气十分适合茶品。你看这端一端的茶冻，透着里头若隐若现的柿子，搭配带有乳香的柿子奶酱，不只好看，还很好吃哦。柿子也非常适合和秋葵一同快炒，将秋葵及柿子分别切成细段后备用。热锅冷油，将蒜末爆香后，加入秋葵及柿子，大火快炒至出现胶质即可。秋葵及柿子都富含果胶及水溶性膳食纤维，除了可以降血压、促进消化之外，也可以增加饱足感，对体重控制很有帮助哦。想要美白皮肤，并且端一端有弹性，绝对要试试这道甜汤。将白木耳预先浸水泡发，接着将雪梨及甜柿切成小块备用。泡软后的白木耳，用剪刀尽量剪得细碎，能让胶质在烹煮过程中更容易释放出来。将准备好的雪梨、甜柿、白木耳一同入炖锅，大火煮开后，加上冰糖及枸杞，转慢火熬煮约40分钟至焦稠状即可。想要润肺养气，或是治咳嗽不停的，可以试试这道汤品。药膳包的材料有川穹、黄芪、百合、山药、枸杞、红枣、当归、白芍。先将柿饼预先剪开，帮助在熬煮过程中释放柿干的清甜味。接着将容易影响口感的药膳装入布袋中，收好口。最后将鸡肉连同葱段、姜片及所有材料一同入锅，大火煮开后，转慢火熬煮约1小时，至清透的乳白色即可。炖煮越久，汤的乳白色越浓，也越好喝哦。美味上桌，开饭喽！